这是一个受到诡异入侵的镜面世界，世界被名为规则的怪谈所束缚，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。而天选者便承担着一国的国运。进入规则世界，若是能通关规则，在现实世界中相对应的怪谈就会消失。天选者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实时直播投放在各大平台上，人们可以选择性的观察天选者。而每一个规则怪谈里，一国将有一次机会发送提示。这个怪谈的背景很简单，在妈妈出门1个月的时间内，一个人在家中要遵守纸条上的规则。1. 冰箱里存有1个月的食物，请合理分配，不要提前吃完。2. 如果白天有人敲门，请利用猫眼确认门外的人你是否认识，并且是否是活人。3. 如果晚上有人敲门，不要去理会，无论门外的人是谁。4. 如果你听见家中出现怪声，立刻走到门口注视猫眼，邻居会来帮你。注意，邻居是个中年男性，他不会做出任何表情。如果你发现他正在诡异地笑，请关紧大门，躲进衣柜。5. 不要相信你在暗处看到的一切，你的眼睛可能会欺骗你。6. 任何情况下不要打开或进入衣柜。小七面色有些沉重，很显然，在这所谓的规则中，有不少是充满矛盾的。就比如第4条的躲进衣柜，而在第6条的警告中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打开或进入衣柜。坚持到妈妈回来就能通关本次怪谈吗？在这个被规则所束缚的怪谈世界里，只要能撑过1个月，便算通关。因此，在这个家里必然会出现与正确提示相反的死亡提示。若是没有分辨清楚提示的正确，很有可能迷失自我，被规则所侵蚀，成为他们的一员。回过神来，小七开始在房间中搜索起来。很快，小七便在桌面上发现了第2张纸条。1. 家是安全的，外面是危险的，妈妈回来前千万不要出门。2. 家在27楼，窗外不会有人影。3. 客厅的镜子可以看到整个客厅，但不要注视镜子超过30分钟。4. 好好对待家里的猫，每天喂它水和面条，记住，绝对不能给猫起名字。5.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猫，它是我们的家人，危机时它会保护你。6. 请保持清醒，时刻确认几时几分，不要迷失。7. 妈妈不会提前回来，只会在1个月后的上午9点回来，无论早回还是晚回，都不要开门。8. 当妈妈没有回来时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，不要逃。看完纸条的下半部分，小七静静地愣在了原地。连着整个纸条，小七能发现极为重要的线索。首先是时间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清醒，这也意味着一旦昏迷过去，就会发生极其可怕的事。其次便是猫，家里的猫非但不吃猫粮，反而选择了人的食物，这也是一个细思极恐的点。而在小七的眼底，甚至有些字迹化作了血红色。不要逃，躲进衣柜。这是一个被诡异入侵的世界，那就意味着在这间房子里一定存在非人的东西。身为天选者，若是小七能够顺利通关，相对应的现实世界中的怪谈便会消失。而相反，若是天选者失败，现实世界中的怪谈便会扩大，甚至吞没掉一个城市。奇怪的猫不能盯着超过30分钟的镜子，还有家里出现的奇怪女人。低着头，小七将目光转向拐角处，从卧室之中，一只橘色的猫缓缓爬出。在民间的传闻故事中，猫的眼睛能看到人眼所看不到的东西。再结合纸条中所留下的信息，暂且可以将房间中的阵营分为2部分：一是自己一方的好人阵营，2便是看不见的恶人阵营。猫的食物是人的面条，而在关键时刻又会保护自己，暂时可以将其归入好人阵营。而盯着镜子超过30分钟，很有可能会看见那个东西。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，那红色的字迹到底是什么？在妈妈所留下的纸条中，除了墨水所写的黑色字迹，还有部分被血红所染上的话。不要躲进衣柜，衣柜里到底有什么？逃离这里，可纸条中却分明说明白了，在妈妈回来之前，绝对不能离开房间。红色是规则的禁忌。小七瞬间想明白了什么，既然这是充满规则的怪谈世界，必然不可能一帆风顺。在家里存在的那个东西，很有可能就会篡改妈妈留下的纸条，从而诱导天选者走入误区。躲进衣柜，离开房间，衣柜会保护。这是目前红色字迹所标注的信息。小七面色平静，暂时将这3个划分到规则的禁忌之中。思考结束，小七四处打量着家的环境，将大体的布局确认在了脑子里。镜子位于洗漱台，衣柜位于客厅，猫的碗盆则放在自己的卧室。等等，衣柜怎么会摆放在客厅，而且还是距离洗漱台很近的位置？作为樱花国有名的侦探，他善于分析事件的起因，对于纸条上的矛盾，他自然是看出来了。但想要找到错误的死亡提示并不简单。这是一个名为妈妈的纸条的规则世界，而通关的条件也很明确，只要能坚持到1个月后的早上9点。纸条上也说得很清楚，不要忘记时间。想到这里，田村二郎连忙向厨房走去，找到了一把锋锐的水果刀，跑到卧室，在自己的床头刻下了一痕。我用刀刻下的痕迹计算时间，这样一来就不会迷失自我了。无论是在布局还是合理性，衣柜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，再加上红色的死亡提示，衣柜暂时可以划分为恶人阵营。现实世界中，小七的发现让龙国的观众们为之一喜。在数亿观看的人数中，
很早就有人发现了纸条的残缺性，自家的天选者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纸条的残缺部分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纸条上有很多地方是冲突的？没错，在上半部分的规则中，明明说了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开衣柜，但邻居露出诡异的笑容时，纸条却出现了躲进衣柜的提示。也就是说，在妈妈留下的纸条上存在着引导失败的死亡规则。可惜了，现实世界只有一次提示的机会。既然是规则世界，那一定有正确的规则，只要不被死亡提示所引导，通关应该不是很难吧？呵呵，你去试试。小七所在的家里肯定有着诡异，或许一直都在盯着他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冷静思考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看看别的国度，真以为每个天选者都这么幸运？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点？既然食物是充足的，而诡异又被规则所束缚，只要不触碰禁区，应该就能顺利通关了吧？那么禁区是什么呢？直播间前的观众纷纷陷入了深思。规则不仅仅是对天选者有效，更是对居住在其中的诡异有效。若天选者不触碰规则，诡异是不能对天选者造成伤害的。因此，在妈妈留下的纸条上肯定有着诡异的篡改。也就是说，小七所要遵守的规则中有几条是错误的。只要能找到这几条错误的死亡提示，就能避免与诡异撞面，从而顺利的通过。不同的镜面世界中，樱花国天选者捏着手中的纸条，沉思着。作为樱花国有名的侦探，他善于分析事件的起因，对于纸条上的矛盾，他自然是看出来了。但想要找到错误的死亡提示并不简单。这是一个名为“妈妈的纸条”的规则世界，而通关的条件也很明确，只要能坚持到1个月后的早上9点。纸条上也说得很清楚，不要忘记时间。想到这里，田村二郎连忙向厨房走去，找到了一把锋锐的水果刀，跑到卧室，在自己的床头刻下了一痕。我用刀刻下的痕迹计算时间，这样一来就不会迷失自我了。不愧是樱花国有名的侦探田村先生，游戏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顺利通关了吧？看看龙国的小七，还划分什么好人恶人？规则世界里真的有好人吗？不如学学田村先生的做法。就是，用刀刻痕来计时，这是求生的基本吧？你要知道，并非每个人都是优秀的侦探。樱花国的观众显得有些亢奋，他们的生存环境本就不大，再加上怪谈世界降临，人们生活的环境又被大面积压缩，更别提资源的极度缺乏了。若是田村二郎能顺利通关，现实之中所对应的规则也就会消失，这样一来，倒是能给他们一阵喘息的空间。对于田村二郎的做法，小七并不知晓。用刀刻痕计时，在这个家里是最愚蠢的行为。从规则中明确地指出了一个关键点，不要迷失自我。若是连自我都迷失了，就算知道昼夜的流逝，你就能真的确定他真的过完了一天吗？更重要的是，诡异在天选者不触碰规则的前提下无法出手，但却没说不能对周边的事物造成影响，除非事物本就存在于规则之中。小七从中取出了今日份的食物，那是由妈妈打包好的，食物不多不少，正好够吃完1个月。而计时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时吃下食物，就能倒推剩下的日子。再加上这是纸条中所留下的规则，诡异无法进行篡改，这才是计时的正确性。小七，吃饭。突然间，一道呼喊声自客厅传来。通过放置于走廊间的镜子，小七能清晰地看到，在那落日的阳光下，多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当妈妈没有回来时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。妈妈只会在1个月后的早上9点回来，不会提前也不会晚点。是她诡异的出现。在这个规则怪谈中，只要能谨记纸条上的规则，想要顺利通关并不是难事。但那红色的字条，貌似就是引导错误的死亡提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人能看到。小七，吃饭。突然间，一道呼喊声自客厅传来。通过放置于走廊间的镜子，小七能清晰地看到，在那落日的阳光下，多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当妈妈没有回来时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。妈妈只会在1个月后的早上9点回来，不会提前也不会晚点。是她诡异的出现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这就是家里的诡异吗？小七应该还没触犯规则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呢？诡异篡改规则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天选者犯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吃饭是不正确的。有这个可能，不过这是天选者进入规则世界的第1天，几乎没人会听信诡异的话。在妈妈所留下的纸条中有着诱导死亡的规则，我们必须尽快帮助天选者筛选出死亡规则。龙国高级会议室中，徐老师怎么样了？小七做得很对，将未知势力分为3方，暗中的那个他能保护自己的猫，还有中立的邻居。在纸条中
写出了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，但现在是正午时分，也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与上面的规则又不符合。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，也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条，便是不要迷失自己。若是提前将冰箱中的食物吃完了，很有可能会触碰到规则。冰箱中存储着1个月的食物，不多也不少。房间里的那个女人，不要相信她。现在是正午时分，按理来说也是吃午餐的时候。客厅那个女人所说的话，正好对应上了目前规则中唯一正确的一条。等等，望着窗外的阳光，小七瞬间想到了什么，重新将目光放在镜子上。只见那道身影所处的位置，是窗帘所遮盖的方位，也就是说，诡异，怕光，正常人是不会惧怕光线的，没必要特意躲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区域。但这并不能妄下结论。如果能确定那个女人就是诡异，那么就能将红色所书写的字迹视为死亡提示。或许可以通过冰箱中食物来确定女人所说的话是否真实。想到这里，小七连忙从卧室冲出，无视了那个女人的呼喊，向着冰箱的位置冲去。小七，吃饭。突然间，一道呼喊声自客厅传来。通过放置于走廊间的镜子，小七能清晰地看到，在那落日的阳光下，多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当妈妈没有回来时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。妈妈只会在1个月后的早上9点回来，不会提前也不会晚点。想到这里，小七连忙从卧室冲出，无视了那个女人的呼喊，向着冰箱的位置冲去。诡异是无法在自己触碰规则之前伤害自己的。拉开冰箱门，小七仔细地将猫粮、面条还有食物的数目对了一遍。猫粮有90包，正好对应上了1个月的量，而面条的数目少了1包，正好对应上了早餐。自己的食物却少了早餐和午餐的量，也就是说，天选者还未到来之时，屋子里的孩子便触碰了屋子里的规则。此时，那原本站在窗帘后的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很有可能就听信了女人的话，从而将晚餐的量吃下。这样一来，冰箱中的食物便无法再用于计算时间，选手很有可能迷失自我。细思极恐，没想到诡异竟然这么聪明。还好小七对了一下食物的数量，不然很有可能就被诡异骗到了。还好没信屋里那个女人的话。看来这个鬼则怪谈不简单啊！这才第1天，诡异就出现了，后面的日子不会越来越难熬吧？只希望小七能坚持住吧。只要我们推演出了错误的死亡提示，选手接下来就会轻松不少。是啊，但现在还是要看小七自己了。不想这么多了，还是先给猫喂食吧。从冰箱中取出一份面条，小七向着猫的碗盆走去，将面条倒入。就在这时，一张全新的纸条映入小七的眼中，是新的提示：1. 那个所谓妈妈，不要相信她；2. 我会失控，夜间时不要带上我；3. 邻居会真正帮助你，你只需要给他想要的，好好想想，我不能说太多；4. 离开这里。以上就是纸条的内容。小七面色略显沉重，红色字迹再度出现了离开这里。这是一张经过加密的纸条，但并不妨碍进行推断。从猫所留下的纸条，再结合上猫不吃猫粮而吃面条的情况来看，猫的形态或许是人，但是除了离开家的妈妈，在这家里还有别的人吗？难道所谓的妈妈会化身猫来保护自己？如果说红色的字迹是她为了扰乱自己的思绪而准备的，那自己就必须牢记以上的禁忌。将3张纸条摆放在一起。1. 衣柜会保护你； 2. 进入衣柜； 3. 躲进衣柜； 4. 不要逃； 5. 离开这里。这是以上3条纸条中所有的红色字迹，很明显，它隐隐都在引导着自己躲进那所谓的衣柜。但后面的不要逃和离开这里又有些违和，也不排除是诡异为了诱导选手而准备的后手。不过现在只是第1天，能收集到这么多情报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即使我没有触碰规则，诡异也能出现，也就是说明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诡异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。小七低沉着头思索着，不同的镜面世界对于纸条，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认知。还是先给猫喂食吧。从冰箱中取出一份面条，小七向着猫的碗盆走去，将面条倒入。就在这时，一张全新的纸条映入小七的眼中，是新的提示：1. 那个所谓妈妈，不要相信她； 2. 我会失控，夜间时不要带上我； 3. 邻居会真正帮助你，你只需要给他想要的，好好想想，我不能说太多； 4. 离开这里。以上就是纸条的内容。小七面色略显沉重。不同的镜面世界对于纸条，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认知。南蚌国朴一行打开了冰箱门，取了一些食物。纸条中的内容很明确，1日3餐，不多不少。虽然纸条中也有不要相信那个女人的话，但在推测出死亡提示之前，除了唯一可确定的提示，他什么也不会信。不就是1个月吗？一个正常人难道还能忘记时间不成？无懈地吐槽了一句。朴一行将午餐端在了客厅中心，望着正午的阳光，那道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这里是27楼，在自己没有打开房门的情况下，是绝不可能有人出现在家中的。
想到这里，朴一航面色有些阴沉，望着桌面上的食物，一时间也不知该不该下口。纸条上或许存在错误的死亡提示，但必然也有正确的提示。只要能按照正确的提示往下走，必然能撑到1个月后的9点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吃了。纠结一番，朴一航最终还是忍住了腹中的饥饿。镜面世界与现实相对应，但在天选者到来之前，妈妈很显然已经出门了。也就是说，选手需要先确定妈妈离开的时间，根据冰箱中剩余的食物，小七可以断定这是第一天的中午。但其他选手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不知不觉的，天色渐渐暗淡了下来，月色覆盖了太阳，宣告着第一天的结束。在没有阳光的夜晚，诡异能为所欲为的行动，甚至施展自己的手段。小七将目光转向了猫的方向。5.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猫，它是我们的家人，危机时它会保护你。这是纸条的第5条提示，猫能够在危机时保护自己。过来，仅仅是向着猫挥挥手，对方竟人性化的走到了他的身旁。看来猫的身份很神秘，也许解开纸条的真正消息时，真相就会浮出水面。在这之间，自己要避免破坏规则，从而与他见面。受到规则的限制，双方都会相安无事。夜色渐渐深了下来，简单洗漱一番后，小七便上床休息了。他始终是人，若是没有充足的睡眠，很容易在他的蛊惑下迷失自我。在规则的束缚下，自己并未打破规则，诡异自然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现实世界中，天色同样暗淡了下来。小七实在太平静了吧，房间里好歹也是有鬼的啊！别国的选手都在想尽办法保持清醒，而小七他却保持清醒。请问你在1个月里能保持几天的清醒？别忘了，你可要撑过1整个月的时间。是啊，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，精神很容易溃散。那只猫呢？没带上床吧？你是不是刚来的？在猫留下的纸条里可是明确表示睡觉时不要带上它。猫不是好人阵营吗？这实在太烧脑了吧！看来这个规则世界并不如同表面上那么简单啊。天选者的所作所为都会对现实产生相对应的影响，如果能推演出死亡提示，对选手的生存便会有极大的帮助。在这个关键时候，每个人都希望出一份力。镜面世界内，除去安然入睡的小七，大部分选手都选择保持清醒，只有安然度过第1晚，他们才能安然入睡。这个时间点，甚至有不少选手在夜间寻找着相关的消息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！么么哒！看来猫的身份很神秘，也许解开纸条的真正消息时，真相就会浮出水面。在这之间，自己要避免破坏规则，从而与他见面。受到规则的限制，双方都会相安无事。夜色渐渐深了下来，简单洗漱一番后，小七便上床休息了。他始终是人，若是没有充足的睡眠，很容易在他的蛊惑下迷失自我。在规则的束缚下，自己并未打破规则，诡异自然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自由国卡尔是一名悬疑爱好者，在白天的调查中，他也发现了不少关键的信息。家里的钟表是坏的，想要计时，倒是可以通过冰箱中的食物，因为纸条中的提示足够明显。冰箱里所存放的食物正好足以支撑1个月，但钟表并非毫无作用。从那指向9点的时针可以得出，钟表是在妈妈离开之后损坏的。也就是说，诡异拥有对周围事物造成影响的能力。对比白天，夜间的恐怖系数会大幅度提升。卡尔轻声呢喃着，睡觉无异于是度过夜晚的最好办法，但他不能睡，只有确定了第1晚足够安全，他才能安然入睡。一旁传来的猫叫声吸引了卡尔的注意，不知何时，那橘黄色的猫咪端着猫盆向着自己卧室中走来。肚子饿了吗？卡尔沉思片刻，还是决定给猫咪喂食。他知道，想要推理出错误的死亡提示，只能将正确的提示先验证出来。而关于猫咪的提示，目前他发现的有2条：好好对待家里的猫，每天喂它水和面条，记住，绝对不能给猫起名字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好猫，它是我们的家人，危机时它会保护你。他并不确定这2条消息是否正确。带上饥饿的猫咪，卡尔向着冰箱的方向走去，从中弄出了一份面条，倒在猫盆之中。就在这时，一张加密的纸条自面条中滑出。拾起纸条，卡尔的额头上瞬间布满了冷汗。纸条上的提示，他已经触犯了。1. 那个所谓妈妈，不要相信她。2. 我会失控，夜间不要带上我。3. 邻居会真正帮助你，你只需要给他想要的，好好想想，我不能说太多。4. 离开这里。第2条，夜间不要带上我。强忍着心中的恐惧，卡尔将目光转向进食的猫咪，见这可爱的猫咪并没有任何的变故，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吓我一跳，看来猫的纸条并非完全正确。该叫你什么好呢？不如就叫小卡吧。随着卡尔话落，猫咪立刻停止了进食，将头扬起，望向自己的主人。那双黑漆漆的眼睛里竟流露出了人性化的疑惑。显然，在猫咪纸条的惊吓之下，卡尔已经遗忘了纸条上的提示。
不要给猫取名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么么哒！卡尔的话也清晰地传入了直播间中，无数自由人脸色发白。在没有搞清楚错误的死亡提示之前，若是触犯了纸条上任意一条规则，很有可能会被他所侵染。欧谢特，我们的选手怎么是这么一个货色？这就是悬疑大师吗？怎么感觉连我都不如？为什么归结世界会选中这样一个家伙？希望卡尔所触碰的提示都是错误的吧？谢特，他已经触碰了2条规则，你难道指望这几条上全是错误提示吗？等等，虽然卡尔触犯了提示，但貌似并没有什么事发生。难道说他触碰的是错误的？直播间前的观众面色稍有好转。在规则游戏中，正确的提示意味着选手必须要遵守的，谨记正确的提示才能在他的侵染下撑过1个月。而错误的提示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他用来误导选手的。若是遵循了错误的死亡提示，便会加速被侵染的速度，甚至由他亲自出手。伴随着一阵叫声，猫咪继续品尝着猫盆中的食物，只不过表情没有先前那般自然了。幸好没事。卡尔松了一口气，望着漆黑的客厅，头皮有些发麻。正好，正确纸条上的提示，自己还是先回房间吧。卡尔急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将被子盖在自己的头上。但他没注意的是，在那微弱灯光所照射的镜子中，在进食的猫咪不知何时来到了客厅，直勾勾地望着那面镜子。夜晚很快过去，伴随着日光升起，象征着第2天的到来。小七早早地醒来，调整好状态之后，小七径直走向了冰箱。睡醒的一刻，往往是人意识最模糊的时候，但小七还记得不要给猫取名。在这个规则怪谈中，它无处不在，而在猫盆的纸条中也有着最近的提示：不要在夜间带上我。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：猫咪的意识分为2部分，当主观意识占据猫咪的身体时，猫咪便会在自己危机时来保护自己，相当于一道救命符；当它的意识占据猫咪的身体时，便会侵蚀自己。想明白了这点，小七端着一盘早餐走到了客厅，钟表上刻着的时间时针指向上午9点，说明选手抵达规则世界与妈妈离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这点昨天便被他发现了。等等，妈妈出门1个月的时间内，一个人在家中要遵守纸条上的规则1个月，这才是全剧的关键点。妈妈离开的时间虽然是早上9点，但选手抵达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左右了。如果要算1个月的话，妈妈不会在早上9点准时回来，而是选手降临这个世界的那段时间，自己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推算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具体时间。但由于屋子的原主人已经破坏了规则，所以它诞生了，这便能解释为何在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，它会出现在窗帘后面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它污染了房屋的原主人，在选手抵达这个世界之后，它也被规则重新束缚。冰箱里存有1个月的食物，请合理分配，不要提前吃完。这是纸条的第1个提示，很显然它是正确的，而1个月的食物对应每天里的3餐。诡异也需要遵守规则，它化身妈妈出现时一定是正中午的12点整，所以自己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其实是在12点之前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么么哒。当妈妈没有回来时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。小七将脑子里的杂念排除，请极力保持清醒，这是贯穿整个规则最重要的一个点。若是思绪陷入了混乱，很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事情发生。而在纸条的提示中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，她的能力会被渐渐加强。那个女人，屋子里杂乱的声音，夜晚的敲门声，这些看似距离自己很远的东西，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提示浮现在自己的眼前。隐藏提示1：规则所做的一切是想误导你，请时刻保持清醒。隐藏提示2：不要相信夜间所看到的一切。隐藏提示3：请确定时间，无论何时何地。小七微微愣神，在天选者降临规则世界的一刻，会有一道通关的提示，它是唯一确定的正确提示。这个提示也是金色的，这样一来就能确定不少信息了。小七面色淡然，品尝着妈妈所准备的早餐。打开电视，小七的眼角瞥过一眼客厅的镜子，这才一边看这个世界的节目，一边品尝着早点。虽说是与现实违背的规则世界，但说到底也是经过现实世界而模拟出来的镜面世界，通过镜面与现实的融合，从而入侵现实。现在时间早上11点，天气晴朗。田村二郎却并不知晓，在他精神放松的一刻，屋子里的他已经开始误导自己了。冰箱内的食物可以计算时间，很显然，这是妈妈所留下的正确提示。只是在电视播报声响起的一刻，田村二郎已经忘记了同一件事的提示，只有一个是真的。此时电视中的女人是他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，但我吃的不应该是早餐吗？田村二郎握着面包的手停滞在半空，在他的潜意识中，2个关于时间的提示在脑海中打转。冰箱中的食物能确定时间，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。该死！田村二郎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将电视机关上，差点让他这个行业内有名的侦探被误导了。
若不是手中的面包，他很有可能会忘记正确的时间。不过，田村二郎并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他已经忘记正确的时间了。冰箱中的食物能确定时间，但在天选者到来之前，冰箱中的早餐和午餐都被屋子的原主人吃了。也就是说，他昨天中午吃的其实是晚餐，而现在手中的其实是今天正午的午餐。但偏偏就是电视中这不起眼的一句提示，让他陷入了误区。不要相信屋子里的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不只是会出现在房间里，也能依托在物体上。而客厅那神奇的镜子，能看到它的出现。很显然，田村二郎并没有在打开电视之前看一眼镜子。很快，小七吃完早餐，从冰箱拿出了猫咪的面条。从猫咪吃人类的食物就能得出，猫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人类，只不过从家这个立场，并不能立刻推断出猫咪的真实身份。因此，小七暂时将其划分到了好人阵营。想要更加确定猫咪的身份，只能等待日子一天天的过去。阴暗处的他等不及了，就会暴露出更多的信息，这便是选手排除错误提示的机会。将目光转向手中的3张纸条，望着那由血红色所书写的字迹，小七越发确定这是其他选手所没有得到的提示。自己刚拿到纸条时，所有的字迹都是由墨水的黑色所写，但却在转眼间变化成了血红色。而房屋中出现的那个女人，电视机播报声的故意诱导，猫咪人性化的表现，这都在确立血红色的提示其实是错误的死亡提示。而且在自己推算出妈妈回来的正确时间后，半空中便浮现出了3条特殊的隐藏提示。想要揭开事情的真相，只有将正确的提示全部找出，并且排除错误的死亡提示。破碎的钟表时针所指的方向是9点，也就是说，在妈妈离开之后，她将钟表损坏了。小七轻声呢喃几句，想到了打开电视之前眼角余光扫过的镜子。通过镜子，你能看到客厅的一切。电视中的播报声其实是为了诱导选手，从而掩盖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：原主人多吃的那一份午餐。但现在不过是怪谈的开端。想要确定自己所处的天数并不困难，除了妈妈为自己准备的食物，还有猫咪的面条。猫咪和人一样，它也会在规定的时间吃饭。当它发出叫声时，便能确定自己所处的时间段。现在是第2天的早上，只不过时间点的遗忘很有可能会在后续事件中发生极为恐怖的事。一定要好好保护好猫，它是我们的家人，危机时它会保护你。只要牢牢记住纸条上正确的提示，并且时刻保持清醒，就能顺利在家中度过1个月，成功撑到妈妈回来。但纸条上的提示也并非全面，就比如选手抵达规则世界的正确时间，就需要通过比较猫咪面条和自己的食物来分辨。诡异无法出现在阳光所照射的区域。小七轻声呢喃着，目光若有若无地瞥向窗外。这里是27楼，不会出现人影，而且现在是清晨，而家正好是朝阳面，阳光能够照射进房间，而无论是电视机还是窗帘后面，都是阳光无法照射到的。诡异，可能惧怕阳光。喵猫咪的叫声将小七从深思中吸引回来，只见猫盆里已经干干净净，在猫咪漆黑的眼瞳中，小七看到了人性化的满足。果然，猫咪所扮演的角色是保护原主人的家人，但根据它可以出现在家中的任意一个角落来看，诡异是能取代猫咪的夜间不要带上我。于是这个提示便出现了。白天里，家人的意识占据猫咪的身体，从而承担着保护选手的责任，而到了晚上，猫咪的意识就会被它所占据。不仅仅是选手会迷失，猫咪本身也会因为选手触碰规则而迷失。不要给猫咪取名字，每天给猫咪喂水和面条，这2点极为重要的提示也是正确的。想到这里，小七松一口气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对妈妈的纸条这一怪谈，小七也算是有了基础的认知。接下来就是那会帮助自己的邻居了，只要能确定了对方所处的阵营，便能合理利用优势，从而避免自己陷入迷失阶段。如果你听见家中出现怪声，立刻走到门口注视猫眼，邻居会来帮你。注：邻居是个中年男性，他不会做出任何表情。如果你发现他正在诡异的笑，请关紧大门，躲进衣柜。在这条提示中，躲进衣柜就会被标记上了特殊的血红色，也就是指引错误的死亡提示。于是邻居的身份也陷入了谜团。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么么哒。衣柜，这是死亡提示中出现最多的话题。难道这个物体和它本身有着一定的关联？而在猫咪的纸条中说到，邻居会真正帮助自己，但他会索取一些想要的东西。邻居想要的东西又会是什么呢？第1天应该是给予选手缓冲的时间，而第2天的到来才是怪谈的真正开始。小七低声呢喃一句，眸中带上一许波动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猫咪发出一声轻叫，像是在示好。猫咪会在危机时帮助自己，虽然在自己没有触碰规则的前提下，诡异无法出手，但将这个小家伙带在身上，却显得有几分安全感。家在27楼，小区顶层的位置，因此家的布局是复式的，通过楼梯能够抵达2楼的房间。不过此时的2楼已经被漆黑所覆盖，那是妈妈所住的房间。小七知道，一旦前往妈妈的房间，都意味着打开了神秘的潘多拉魔盒，自己能发现新的线索，但同时也有几率触碰了规则的误区。毕竟提示是一直存在的，也就是说家的规则并不会因为选手的发现才解锁。如果说1楼的规则存在于妈妈的纸条和猫盆中的纸条里，那么2楼的规则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某个角落。怀中的猫咪也警惕地看着2楼楼道的方向，小七坚定地向着楼道走去。
既然这是一个受到规则束缚的世界，那无论何时何地，自己都必须要将所有的提示收集起来。现在是怪谈开始的第2天，诡异对家的侵蚀并不严重。若是到了后期，想要搜集更多的提示，难度便会急剧提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，就会变得更困难。就在这时，就在小七刚刚踏上楼梯的一刻，一阵敲门声缓缓响起。喵咪的叫声变得刺耳，像是感应到了什么。楼道里肯定有什么。小七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，但他还是要通过猫眼看看。如果白天有人敲门，请利用猫眼确认门外的人你是否认识，并且是否是活人。这是提示，但这个提示并不完整。如果白天有人敲门，自己并没有通过猫眼确认，又或者是门外的人自己认识，而且是活人，门外的人自己并不认识，而且他不是活人。若是出现了这3个可能，自己该怎么办？关注小七，下集更精彩。